大家好，我是 Tony，我现在在我家公寓顶楼的遮雨棚。今天在这边继续 Tony 开讲，谈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1950年这一年的历史。1950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危为安的一年。不过这一年的上半年情势仍然险峻，国军在东南沿海的两大据点舟山群岛及海南岛，国军都在共军的压迫之下而难以为继。舟山群岛的12万部队，海南岛的10万部队，都陆续撤退到台湾。就在这样的情势险恶之际，6月25日，韩战爆发，美国改变了原本不再介入国共内战的立场。6月27日，美国总统宣布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海峡，于是台湾的情势转危为安。当时台湾的情势有多紧张呢？我后来读到的史料有谈到，有当时在坐牢的左派亲共人士的口述历史提到，他们当时虽然在坐牢，但其实国民党的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还蛮客气的，不会刁难他们，甚至还偶尔会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待遇。这位受访者说，直到有一天，监狱的管理人员态度丕变，开始会对他们很不客气，随意的大小声，甚至辱骂。他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韩战爆发了。因为美国派出舰队防卫台湾，所以台湾的局势转危为安。当然，监狱管理人员的心态就跟着改变了。这个例子就反映出当时台湾的人心。当情势危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考虑到自己的未来。监狱管理人员当然会想到自己未来前途茫茫，万一台湾守不住，共产党解放台湾时，那么现在在监狱里面被关的这些共产党人，马上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权势的红色新贵了。如果现在为难他们，那么到时候不就会被秋后算账了吗？所以当然，监狱的基层管理人员对这一些被关的政治犯，当然会态度客气，甚至有时候会偷偷的巴结他们了。这样也算是买一个保险，让自己的将来也许会有更好的出路或是靠山了。等到韩战爆发，台湾有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人心自然转危为安，想法就跟着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在台湾的共产党人或是左派势力，从此就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了。因为原本可能怀疑自己的朋友或同事是共产党员，可能因为时局不稳定，所以不会或不敢检举，以免将来共产党来到台湾时，自己会被秋后算账，反而遭殃。然而韩战爆发之后，台湾转危为安，大家就不会有这样的顾忌，而就敢于检举匪谍了，以避免万一将来出事了，自己会因为知匪不报而惹祸上身。这就是情势改变带来的影响。从1950年到1953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最高峰。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涉及匪谍而遭到逮捕，而有3、4千人遭到枪决的命运。而1950年，政府破获最大咖的匪谍案，就是逮捕中共派遣来台湾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蔡孝乾。蔡孝乾是彰化花坛人，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日本时代曾参加左派的抗日活动，后来前往上海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孝乾是资深的共产党员，曾经参加过长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在9月就奉令回到台湾，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开始发展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然而，由于1949年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因此中共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受到这种情势鼓舞，于是积极的发展组织，成员快速增加，因此遭到台湾情治单位的注意，而破获这个组织。这一年的1月，蔡孝乾遭到逮捕。蔡孝乾被逮捕后，历经审讯，他最后决定归顺国民政府，公出在台湾的组织成员名单，
因此造成许多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员被捕。2月份，前农民组合运动领导人简吉、台大医师许强、郭秀崇都因涉及共谍案而遭到逮捕，他们后来都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而3月份则有吴石匪谍案，吴石是当时中共潜伏在台湾军中最高阶层的一位匪谍，他当时担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军阶是中将。吴石被捕后判处死刑，被押解至马场町枪决。而当我们回顾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这些匪谍案的时候，有时候在历史评论上会陷于走政治与历史的两难。例如蔡孝乾投降国民政府，供出很多情报，他后来被擢升至少将，在政治上他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权稳定具有贡献。中共则视其为出卖同志的叛徒，而在台湾许多坐过牢的左翼政治犯也非常不耻他的行为。而蔡孝乾即使获得升官，事实上也无法获得重用，而成为政治上的边缘人。毕竟蒋介石看到他的行为，也会想起国共内战时便捷投共的国军将领，他当然不会想要任用一个会便捷的部属。而在马场町被枪决的吴石，则被中共视为革命烈士，立有纪念雕像，其事迹也被改编成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受到推崇。而在1950年代被枪决的郭秀崇、许强，及1951年被枪决的简吉，也得到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悲悯。他们的思想左倾、亲共，但绝非不爱台湾或是出卖台湾。而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政治立场来评断这些历史人物，那么可能就是错误的解读台湾历史了。这一年台湾的共谍政治犯非常的多，我想介绍其中之一，那就是林书扬。林书扬是台南麻豆人，他在这一年因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南县麻豆支部叛乱案被判处无期徒刑，一直到1984年才获得释放，坐牢长达34年，被称为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出狱时他已经将近60岁，而仍然不改其志的投入社会主义的理想，一直到2012年过世为止。我举林书扬为例，想表达的是，当我们在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终究看的是他这个人的人格与人品，因为政治终究是一时的，难以作为长久的评断标准。有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成为一个卖国贼或是爱国贼，而也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去追求所谓的社会理想。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人会评论说，国民党实施白色恐怖、肃清匪谍的政策，是为了保护台湾免于被中共赤化。然而，我从来不愿意用是非对错来评论这段历史，而视其为时代的悲剧。什么是时代的悲剧呢？就是那个时代，可能大家都是好人，但只是因为政治理念与理想不同，而互相进行无情的肃清与残杀。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基督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爱不爱国，爱不爱台湾，这是属于凯撒管理的领域，而你的作为及人生的选择，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与良知，这是你与上帝之间的事，而无关政治。我今天的同你开讲，台湾1950年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一年1951年见，拜拜。